我从小就是告状精。嫡母给嫡姐喂了口点心，没给我喂，我告状。从此家里分东西都要拿尺子量，父亲只给大哥请舞狮，我告状。后来我和嫡姐能一起练舞，嫡姐未婚夫给她的情书字比我多一行，我告状。那门婚事黄了，从来没有我告不成的状。所以我到了及笄的年纪，全家都盼着把我嫁出去。可惜我的名声早就传遍京城，没人敢娶。直到一道圣旨把我许给了靖王，新婚第2日，我便进宫告状。母后，靖王不肯与我圆房，他定是不行。母后，你要为我做主呀！他年纪尚小，你要好生照看。你可知我在乐堂，你看我家都跟我来了。爹，娘为姐姐织点心，不给我喂。令娜真是天真活泼。父母爱子贵君，人之兄弟不和而至于……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6岁志弘，便能引经据典，条理分明，真真虎父无犬女。令中兄，另有这般风采，你可算是后继有人了啊！我也要娘喂点心。我等先行告辞。好，娘好吃。师伯们夸我像爹爹，爹爹是什么官啊？你爹是监察御史。什么是监察御史？你爹就是告状的，哪个当官的做错了事，他就向皇上告状。那我要向爹爹学习。原来告状有用，朝廷还有专门告状的官，我一发不可收拾。后来家里分东西都要拿尺子量。乐桃今日6岁，入蜀启蒙，往后要用心读书。先生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妹妹，以后我们3个一起读书啦！我会护着你和阿姐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有不教，性乃迁。大哥怎么不在？爹给大哥请了舞狮，他要学舞强身健体，也要提前练习射御而已。那阿姐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你呀，别装啦！习武练完一身汗，臭烘烘的。上次大哥练完舞要抱你，你嫌臭躲老远，忘啦？既然不好，那爹爹为啥还非要让大哥学呀？因为大哥是男孩子，君子6艺是必须学的。我们女孩子又不用科考，不用学这个的。那大哥以后科考要考射御吗？文举是不考射御的，可大哥日后要去书院念书，君子6艺是书院的日常考核，我们又不用去书院，自然不用学啦。阿姐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阿姐，你起初说大哥习武是提前练射御，既然射御不是科举必考，那他何必特意练习？若只是为了强身健体，那我们女子为何就不能强身健体呢？走，我们找娘告状去。娘，爹爹偏心。我的儿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娘，我和妹妹也要强身健体，不想让娘再为我们操心。好，我去同你们爹爹好好说说。我不知道母亲究竟是如何劝说爹爹的，竟这般轻易就让爹爹同意了。嬷嬷，爹爹这是怎么啦？小祖宗爷，你还小，屋里的事别问。往后我与阿姐终于可以一同练武了，没想到阿姐马步竟比大哥还要扎实。不公平！为什么兄长不学真逆女双？哼！凭什么只我们学？我要去说理！
大哥，真要拿稳呀！谁知道大哥后来竟上了瘾，读书累了就躲着绣帕子，绣工比我和阿姐还好呢。这事儿可不能让爹爹知道，不然要气疯了。等我16岁时，嫡姐已经18岁了。她样貌才华样样不缺，却迟迟没有定亲。父亲升任御史中丞，一身清明，最怕落下结党营私的把柄。姐姐的亲事只能细细商议。还不是你在外头得罪了那么多人，赵雪这么好的孩子都找不到一门合心意的亲事。最后还是嫡母娘家兄长为嫡姐牵了一门好亲，对方是新科进士，才貌品行皆是上等。两家一见满意，即刻筹备3书6礼。3书6礼逐一筹备起来。哎呀，赵雪的亲事可算是定了下来，也算一桩圆满好事啊！多亏你费心撮合。舅父，乐桃敬你一杯。赵雪和乐桃终究是女儿家，早晚都要出嫁，不必太过娇宠。兖州才是宋家未来顶梁柱，妹妹万万不可顾此失彼。好，好，好，乐桃懂事了。乐桃啊，你要是想求舅父给你也找门好亲事，也该学你阿姐一样乖顺。你这性子不改一改，谁家敢要？他说这话时，丝毫没有顾及到嫡姐是他亲妹子10月怀胎，9死1生才生下的女儿。自那以后，我便常常故意与他作对，无非是在他的茶里加盐，汤里加黄陵，反正娘亲也不会真的罚我。嫡姐见我这般举动，欢喜不已。哼，是啊，不知道旧丈是怎么给阿姐找到这样的好夫婿。那是自然，舅父在朝中多年，人脉广贵。我这未来的姐夫什么都好，只一样不行。什么不行？偏心呀！都是情书，为何他写给阿姐的比写给我的多一行字？这不是偏心是什么？乐桃，你这是胡闹！人家陆公子给你写信，那是客气，怎么能跟给你阿姐的情书比？或许只是个误会。误会？这是你亲自挑选、亲自担保的人，他敢在定亲之时轻没我2个女儿，损毁他们归誉，你不觉羞愧，反倒还为他辩解？请离开。谁也没想到，平日里雍容娴静、温柔和善的母亲，今日会这般强硬凌厉，气场截然不同。娘，您别动气。娘，实在不该为品行不良之人动怒伤身，快去取伤药过来。老爷不必顾念我的脸面，给赵雪和乐桃一个交代才是要紧的。这门婚事就此作罢，但有些事不是就能这么算了。有人！妹妹，是我。阿姐，你这是？想给你买桂花蜜藕，忘了铺子已经关门了。你呢？我想吃城东的那家栗子酥，忘了关门了。这借口也太烂了。大哥，你做什么去了？我可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我去了城西那个浪荡子的落脚处，不知是他哪路仇家找上门，右手受了伤。我又去了城东舅父的宅子，不对，已经断绝关系了，是周怀安的宅子，他起夜摔断了腿。你们呢？我和阿姐嘴馋，出去买些宵夜，没看时间，已经关门了。哦，谁半夜买吃的还穿便服翻墙的？你们分明和我一样是去出气的。本想借着借口悄悄脱身，没想到大哥心思透亮，一下子就看穿了我们的真实来意。
3年一晃，妹妹还是这般爱看热闹，终于凑上热闹，看我磕到大瓜。这阵仗比我爹上朝还威风。给我走，速速归营。冰块脸，难怪没人敢靠近。姑娘看得倒是仔细。久闻王爷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只是旁人都不敢靠近，王爷看着未免太过清冷。行军在外，素来如此。宋大姑娘好福气，妹妹这般伶牙俐齿，连靖王都敢搭话，真是勇气可嘉。柳姑娘有话不妨直说，不过替宋大姑娘操心。当年那桩婚约说黄就黄，如今妹妹又这般引人注目，宋家姑娘真是个个不简单。柳姑娘若是闲得无聊，不如找个正经事做。既然宋二姑娘这般爽利，不如我们玩个赌约，看谁能把香囊扔到那位副将的战盔上。宋大姑娘不会不敢吧？赌就赌，阿姐这性格激不得的。天哪，也太准了吧！这手法也太厉害了。阿姐把香囊当暗器使，柳姑娘服了吗？那日街上出言不吝，是婉宁的不是，还请宋大小姐见谅。柳姑娘有心了，不必挂怀。原来那日挑衅打赌是有意为之。家兄早就托我暗中牵线，我方法笨拙了些，还望见谅。早在出征前，便对宋大姑娘一见倾心，冒昧托妹妹牵线，还望见谅。阿姐，那位副将是一个副将？别胡说。姐姐大婚之后，宋家庭院冷清不少，家中只剩我与大哥相伴，少了许多热闹。姑娘，宫里来人了，有圣旨。今将宋氏乐陶许配靖王萧燕之为正妃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宋彦州宋家正厅。闺女啊，嫁了人可就不能乱讲理了，收敛脾气。你父亲说的对，嫁到高门，没人护着你，我的儿啊。爹娘，我答应你们，嫁过去一定收敛，不乱讲理。嫁了人，真的能不讲理吗？到了王府，凡事忍一忍，别动不动就讲理。妹妹若受了委屈，传信给阿姐，阿姐替你出面。
娘子，我还在这儿呢。靖王是我主子。答应了爹娘，不乱讲理，不乱讲理。王爷说今夜在外院歇息，请王妃早些安置。不行，这个礼我必须讲。备车，进宫。母后，靖王不肯与我同住一处，他定是故意冷落我。宋乐桃，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母后，您看他，母后，他凶我，当着您的面尚且如此，您不在时，他对我是什么态度？母后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地上凉，冻坏了身子。母后不给我做主，儿就不起来。好，母后答应你。燕之，你说说，为何不愿和乐桃同住？昨夜云溪月病了，我才……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冷落自己的王妃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。云溪月是儿臣救命恩人，儿臣一时情急，请母后恕罪。儿臣知错了。你看还要怎么罚他？母后给你做主。靖王知恩图报，何错之有？是乐桃不解内情，妄下评论，还请母后罚我。说开了就好。燕之此月不得离开乐桃3步之远，可好？谢母后。儿臣遵命。巧舌如簧，强词夺理，今日倒让我领教了京城第一小公道的圣明。这算什么？我5岁时，父亲的朋友便夸我引经据典，条理分明。父亲后继有人，倒是靖王殿下，人人都道您不好女色，谁知也学得金屋藏娇的好手段，令我佩服。云溪月只是暂住王府，你当你的王妃，两不相干。哼哼。母后不是赏了你一堆珠宝，怎么还来买？那是母后赏的，你还没给我赔礼道歉呢。3步之内不许掉队。既喜欢，就留下。
老板不地道，我们兄弟又不差钱，这样的货色早该拿出来。这位爷说笑了，看来是二位爷与这镯子更有缘分。不好意思，二位贵客，这只玉镯前头的客人已经定下了。别给圣女惹麻烦，圣女。勿惹圣女，误了大事。愿敌人。你如何辨认出来的？我大哥公职鸿胪寺，日日接触外邦人，我从小耳熟目染。没想到你倒有几分见议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我大哥就公职于鸿胪寺，日日接触外邦人。那只紫玉镯白天还在金香阁，傍晚会出现在哪里？王爷，云溪月姑娘心口疼，等您一天了。原听说靖王是战神投胎转世，骁勇善战，现下看来，该是太上老君炉里的灵丹妙药转世才对。云溪月姑娘不用看府医，只需王爷一瞧就好了。伶牙俐齿，谁能和你打赢嘴仗？承蒙王爷夸赞，还不快些前面带路，恐怕你家姑娘再不见到靖王，就要病倒了。还不听王妃的话，上前领路。云溪月见过王妃姐姐，肌肤柔润如玉，不怪靖皇金屋藏娇，用心良苦。这杯酒，感谢王爷收留之恩。哎呀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酒里有东西，他在拖延时间。宫内新进了一批越人，恐有危险。你竟这般对我！王妃，你怎可对王爷无礼？我才是你的王妃，可你刚刚却在叫别人的名字。我与西月是清白的，你敢动他试试？清者自清，
我且要告到御前，看你还有何话可说。王妃，一切只是误会。现在这个时辰，宫门已经落锁，你且让他走。我父宋秉忠为官20载，直言进谏，何曾畏惧？我是宋家的女儿，绝不会堕了他的威名。便是要进宫，也要告你一个靖王私德不修。那就看看这京城第一小公道，今日可告得成？云溪月屋中药香浓重，燕狄人素爱香料遮掩体味。那只玉镯白日还在金香阁，傍晚便在他腕上。他一直盯着漏客，等宫门落锁才松气。行刺计划已经启动了，只盼今夜平安度过。皇上太后无恙。宫门已落锁，何人胆敢擅闯？今夜当值的禁军首领何在？末将在，请问王妃有何吩咐？闺房走漏风声，故而不敢直说。阅人中有刺客，还请大将军速速救驾。若我谎报，事后大将军再请皇上治我的罪也不迟。可若耽误了救驾，皇上龙体受损，大将军10个脑袋都不够掉。调集人马，速往会昌殿救驾！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靖王妃为何在此？为何其中？你怎知有刺客？还请皇上速派人去靖王府，恐贼人对王爷下手。哈哈，这倒不用担心，胭脂自会处理。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慌？好孩子，今夜若非你，哀家。太后无恙便好。启禀皇上，靖王殿下求见。救驾来迟，请皇兄母后恕罪。我来迟了。你没有。母后恕罪。云溪月作为燕狄圣女，献俘我朝数月牵连甚广，若不能一网打尽，后患危险。哀家是一个妇道人家，不管朝堂之事。但燕之此事被瞒的不只是我，若不是乐桃，哀家可能就死了。好好和你的王妃解释去吧。他的腿早就好了，用轮椅式掩护。云溪月是燕狄圣女，我在慈宁宫闹那一场，无意中给她做了掩护，让云溪月放松了警惕。哀家乏了，你们2个年轻人好好说说话。
你用我做掩护，也该提前知会我一声。云溪月作为燕狄圣女，潜伏数月，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不知情的人才能让她放松戒禁。哼，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今夜，你救了太后，这不是棋子能做到的事。有话直说。王妃，外头说王妃昨夜夜叩宫门，是因为擅妒，去告靖王的状。听说了吗？靖王妃半夜闯宫，就是嫉妒那个云溪月姑娘。可不是，从前京城第一小公道，如今该叫京城第一杜甫了。京城第一杜甫，这名头有意思。可是靖王欺负你了，告诉娘，娘给你做主。他若欺负你，我现在就去官府递状子告他。没有没有，靖王真的挺好的，你们别误会。圣旨到！靖王妃宋氏乐陶护驾有功，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百匹，珍宝无数，另赐随时进宫讲礼之恩典，钦此。哎，真是我宋家祖上积德啊，养出这么好的女儿。王妃，您快进宫劝劝吧，靖王进宫讲礼去了。靖王跪在御前，状告京中散播流言，污蔑王妃之人，说不给满意答复，就赖在皇宫不走了。好酸啊！我才尝了，明明是甜的，哪里酸？榆木脑袋，这是王爷疼王妃呢。一个大男人跑去皇宫讲理。王府司库的对牌钥匙，以后王府你说了算，万事由你做主。王爷今夜还是和书房过去吧，别来烦我。骗子，3步之内这么快就忘了。还请王妃罚我，什么时候解了气，赏我一个弥补昨晚遗憾的机会。食色性也，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子，哪里经得起这样的考验？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原谅你了。谢王妃大度。食色性也，我也只是个普通人。
婚后日子倒也顺心遂意，甜心碎意，甜甜蜜蜜。你这掌柜，明明是一样的布料，为何给我的比给旁人的少了2尺？这不是添心是什么？这不是靖王妃吗？京城第一小公道，奉旨讲理的那位，可不是连皇上都赐了他讲理的恩典，谁敢不服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开始讲理之前。我依旧是那个爱讲理的京城第一小公道，事事讲公道，分毫不让。而他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，每逢我讲理，就默默站在我身后。奉旨讲理的王妃，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你又逗我！快过来坐，路上累不累？乐桃在王府可有受委屈？岳父大人放心，胭脂定不负乐桃。看你气色这般好，姐姐就放心了。哥哥的绣工越来越好了。姐姐，你和姐夫什么时候给我添个小外甥呀？你呀，嫁了人倒越发没规矩了。王爷，你看这只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王爷，往后的日子都要这般好。会的。